你见过海面升起100米熔岩火球的景象吗？你知道飞碟云的形成原因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奇特的自然现象。这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总是难以用非常合理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切。从一夜消失的湖泊，到聚集在一起的动物排列出奇怪形状，这些奇怪的自然现象，至今依然还是一个谜。本期地球君为大家带来了世界上最神奇的10个自然画面。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以免错过往期精彩视频。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第10名，海面的熔岩球。这张照片是1969年10月11日在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喷发时呈现的景象。只见太平洋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喷涌的熔岩圆顶，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当美国地质调查局分享出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时，迅速引发网友们的关注，数百人在推特上评论，表示惊叹不已。这种美丽而又危险的自然现象诞生于火上喷发的时候。当岛屿上的火上喷发的时候，熔岩会流下海中，从而产生一些气泡。有趣的是，当地下火山喷发的时候，因为水下熔岩的快速运动以及与海水的接触，就可能会在海面上产生红色的熔岩球。第9名，被冰冻的动物。2017年的时候，德国的一位猎人在多瑙河旁发现一只被冰完全包裹住的狐狸。猎人相信这是狐狸在河流中淹死之后被冻成了固体的形态，这显示了大自然的残酷。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被发现过，例如在西伯利亚发现过冰冻的驼鹿。第8名，雷电之痕。因为在雷暴期间，电能就会打破强氮碱，然后氮迅速附着在氧气上，形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很容易溶于水，产生硝酸，然后很容易溶解，产生一种神奇的成分硝酸盐。硝酸盐以雨滴的形式落在地上，渗入土壤，使草变得更绿。但更为特别的是，有时候闪电会击中草地，然后在上面创造独特的纹路，这种纹路被称为利希滕贝格图样。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在高尔夫球场上看到这种奇特的画面。第7名，湖泊一夜消失。世界上只有大约 2.5% 的水是淡水，而 99.7% 的淡水存在于雪、冰或地下水中。这意味着河流和湖泊构成了世界水球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或许你听说过某些地方的河流快速的消失了，但你知道吗？2016年的时候，来自智利的里斯科湖1400公顷中的大部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该湖距离智利巴塔哥尼亚的艾森港有27公里，没人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人猜测这里可能出现了污水坑，又或者是地质断层。第6名，冰海啸。海啸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是人们不愿意见到的一种自然灾害。但是如果海啸中的水流变成了冰块呢？2019年的时候，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在一场暴风雨过后，大量的浮冰开始朝着陆地冲击，它们虽然没有达到海啸的高度，但因为坚硬的固体状态给陆地上的建筑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诸如墙壁和灯柱之类的人类造物最终都被撞毁了。通过网络上的照片可以看到，大量的碎冰被堆积在海岸线上，对道路和建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5名，天空中下的鱼雨。人类的历史上记载过不少天空中下起了动物鱼的奇怪现象，例如鱼雨。虽然听起来就好像超自然现象，但其实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它们。这些鱼并非是从天空中凭空出现的，而是通过诸如龙卷风这样的天气情况被卷到了天空中。当龙卷风经过了河流或海洋的时候，将靠近水面的鱼，甚至是龟和螃蟹卷到了天空中，然后带到另一侧后从空中抛下。不过也有人对这个理论产生了疑问，因为通常天空中下起动物雨的时候，几乎都涵盖了同一个物种。例如鱼雨当中几乎都是鱼，而青蛙雨中几乎都是青蛙，它们通常很少掺杂入其他的动物。第4名，飞碟云。2019年1月30日下午，日本岐阜长野县的上空出现了一朵奇特形状的云，由于其形似圆盘，停留在半空，有人怀疑是否是 UFO 来了。当然，这并不是 UFO， 而是夹状云。在日本富士山一带，有一种说法叫一旦出现夹状云就会下雨。报道称，一般伴随着夹状云的出现，的确有 70%到 80% 的概率会出现降雨降雪的天气。例如30日产生夹状云后，31日当地的天气果然变成多云转雪。这种自然天气现象经常在湿润空气经过山脉上空时出现。当稳定的潮湿空气在山区或山脉间流动时，一系列大型的背风波动就可能在顺风方向形成。如果温度在波峰处下降或低于陆点，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形成夹状云。在某些情况下，一连串的波动可能导致形成一连串的夹状云，使得天空呈现非常魔幻的景观。第3名，
红色蟹路。每当澳大利亚红蟹的交配季节，数百万只红蟹集体大迁徙，浩浩荡荡地从树林里爬到附近的圣诞岛上繁殖。迁徙期间，成群的螃蟹一路长途跋涉，所到之处仿佛变成了红色的海洋，还导致所经之路交通瘫痪，当局不得不进行交通管制。虽然这种现象对当地居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当看到如此壮观的画面时，仍会忍不住惊叹，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参观拍照。从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不管在马路边的树丛里，还是在马路正中间，都聚满了密密麻麻的螃蟹。有些螃蟹很聪明，它们为了避免被疾驰而过的汽车碾压，纷纷爬上铁桥，远远望去像极红色蟹桥。澳大利亚公园表示，每年的蟹季通常从10月和11月开始，由雄蟹带头每年迁徙一次，一路上不断会有雌蟹加入，然后一起向大海进发。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这些螃蟹会浸泡在大海里补充水分，然后才开始交配。一旦交配成功，雄蟹就会返回它们的家园，而雌蟹继续留在洞里产卵。每只雌蟹可以生产10万枚卵，它们先将卵留在育儿袋里，等到月圆之时，在满卵的螃蟹就会离开洞穴，爬到海岸线上的阴凉地方蓄势待发。这种壮观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第二名，1分为2的河水。你见过这样的怪河吗？两条河流交汇处的水泾渭分明，仿佛中间有一道透明的墙壁，将河水1分为2。在瑞士日内瓦的萨克森，罗纳河与阿尔沃河在此交汇，从莱蒙湖流出的罗纳河水在左侧清澈即可见底，而从欧洲第一高峰勃朗峰流出的阿尔沃河水在右侧却湍急浑浊。两条河流交汇时，河水并没有汇合，反而是颜色分明地隔开了，形成非常明显的界限，成为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为什么这样的两条河一交汇，却会出现泾渭分明这种奇特的现象呢？难道在水中真的建造了一吨玻璃墙吗？还是在水里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难以置信的地方，最简单来说就是两条河流的河水密度不同，导致两条河流不能交融，就像是油不溶于水一样。罗讷河流经日内瓦湖后，流速明显减缓，从上游带来的泥沙在日内瓦湖中大量沉积，流出湖泊后河水清澈。阿尔沃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上，主要的补给方式为高山冰雪融水补给，再加上地势落差大，流水侵蚀作用强，导致该河的含沙量大，河水浑浊，所以在夏季两河交汇处形成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第一名，黑潮来袭。这不是恐怖片，而是正在迁徙的欧洲两鸟群遮天蔽日，引起密集恐惧症患者极度不适。其实这个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英国苏格兰南部小镇格雷特纳每年都会见到两鸟大规模迁徙的壮观景象，成千上万只两鸟聚拢及低鸣，似一团乌云飞过蓝天，是当地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同样的，在丹麦南部的沼泽地附近，每年春秋两季都可以看到上百万只两鸟迁徙的图景，它们忽而聚集在一起，忽而四散开来，忽而低空嗡嗡而过，忽而腾空而起，变换万千姿态。两鸟群在集体攻击羊群的时候，还会变化出多种极其具象的图案，类似大鸟和鲸鱼。这种现象令人费解，最常见的解释是聚集更安全的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动物聚集在一起是对捕食者的防御性反应，但也有人反对，他们指出，鸟类可以直接返回栖息地，根本不必聚成一大群之后在天空中盘旋。另一个解释是聚集更温暖的假设，该理论认为，两鸟群的作用就像是在宣传推广一个栖息地，吸引更多的鸟聚集在一起，以维持体温。为了解开这一谜题，英国格洛斯特大学与英国皇家生物学学会收集了3000多次绚丽两鸟群现象的数据，以及23个国家的志愿者在2014到2015年采集的数据。分析结果于2017年发表，显示温度与鸟群大小并无相关性，对聚集更温暖假设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该研究还称，在1/3的绚丽两鸟群现象下方都出现了鹰、猎鹰或其他猛禽，这为聚集更安全假设提供了一些证据支持，但仍然无法解释这些鸟为什么要聚集起来表演这么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觉得还有哪些足够神奇却没有上榜的自然画面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